这是隋唐时期洛阳宫城的正南门应天门。当然，这不是远古建啊，是2016年洛阳在原址上保护性复建的。甭管它是不是真古建，不得不说，这到了晚上灯一开，确实是震撼。但如果没有重建，抛开现代包装的滤镜，上千年前的宫阙城围到今天它得是什么样呢？是这样的，这是一座被麦田包围的宫城——汉魏洛阳故城。洛阳绝对是一座宝藏城市，如果你仅仅是以现代城市的界限去游览洛阳，那是有缺憾的。你要将眼光拉长至数千年前，洛阳便不再是一座城，而是一整个区域。不同的时代建成的地点也不同，但大都沿洛河两岸东西分布。在今天的市区内分布着上期中提到的周王城，以及上文中提到的隋唐宋洛阳城。继续向东走，汉魏洛阳城、偃师商城遗址、二里头夏都遗址，这些历史的遗珠被串联在名为洛河的宝带上，被人们称之为五都冠洛。汉魏洛阳故城是这5处都城中唯一还没有建立博物馆或仿古建的都城。由于没有其他的建筑扰乱你的视觉感知，只要你能够发挥你充足的想象力，这里将带给你无穷无尽的恢宏和雄伟，这将是无可比拟的。它和白马寺距离很近，白马寺在它的东面大概不到1公里。白马寺熙熙攘攘啊，很多人，但是这边其实是的，这座故城没有景区门，没有售票处，也基本没有游客。遗址公园开放的范围主要是宫城周边，也就是帝王宫室及周围的墙垣。为什么我一定推荐大家来看看？因为这座城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太有代表性了。首先是中轴线，无论是二里头夏都遗址还是商城遗址，大多是双轴线，宗庙和宫殿双轴并行，神权与王权2元并立。但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强化，城建思路有所改变。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自宫城延伸出去的中轴线铜驼街，串联着整座城市。这条街叫铜驼街，是进入王城的必经之路。所有国外的使节，所有国外的商旅都会走这一条，可以说是市中心的主干道。后世无论是北京、南京还是西安，亦或是诸多的府郡州县，几乎无一不套用该建设思路。或许在你的家乡也有一条中轴线，而它就发端自这里。沿着铜驼街向北走就是昌河门，它是宫城的正门。复原遗址上硕大的柱础显示了它的宏大高耸，气势恢宏。这座门在中国古代门阙制度上又开一先河，这是迄今为止发掘所见最早的宫城门阙。这种宫门前设置双阙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例如故宫午门的双阙。进入昌河门之后呢，便是进入了宫内，再继续向前走便是纸车门。顾名思义，文武百官行至此处必须下车步行进入，再向前走就到了正殿太极殿。这是太极殿，太极殿更像是一个正在发掘的遗址。它这儿是用铁架子搭起来的棚子，它为我们直接的展示出了考古作业的一个最真实的或者是最直观的一个样貌。看，这座曹魏明帝，也就是曹操的孙子曹丕的儿子曹睿修建的宫殿，又创造了一个第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制居中建级的宫殿，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正殿。但它现在还在发掘中，发掘现场中堆砌着大量的砖石瓦砾，没错，都是挖出来的，真的十分震撼。每一块砖都有标号，每一块砖都是真实使用过的。因为这座故城呢，它实际上使用了1600多年，那么这座宫城事实上也使用了几个朝代，那么很多的后朝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去扩建改造，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景观，就是你能够在10几平米见方的
这么一个小的空间上，看到北魏和曹魏的铺砖同时出现。顺着宫城的大门一路走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非常的震撼。它的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其实你能够去想到很多东西，虽然说它现在只是一个一个的土台，宫阙万千都做了土，是吧？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直观的像是应天门一样的展现在你眼前的壮丽景色，但越是这样安静的甚至带有一点萧条的环境，才能够让你内心当中的这种感觉更加深刻。在1600多年的时间里，有很多人在这里行走在这里朝拜，在这里过着自己的生活，甚至在这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是今天剩下的就是一片绿色的麦田，还有头顶上盘旋的飞机的声音，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离开洛阳之后，我们下一站将去往河南开封。上学时老师讲到的开封地上悬河，现在还存在吗？真的像课本插图中描述的那么夸张吗？山海5000里的旅程还在继续，加入我们一起丈量山河。